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这几天啊，如果你连着看官媒新闻，你会有一种在看大明王朝末期或者是现实版纸牌屋的错觉。镇守西南大本营的正部级大管家轰然倒台，曾执掌全军最高科技机密的中将，在官方名录上悄悄消失，甚至还有好几位掌握着国之重器、正当壮年的国宝级专家接连离奇的因病暴毙。你以为这只是包子弟反腐路上的又几个贪官落马，又或者是天妒英才？如果连钦差大臣都能被当街灭口，你还会觉得这是正常的政治吗？就在周四3月19号，曾手握尚方宝剑，专门在地方查办贪官的江苏张家港巡查组组长王静娟和她的丈夫，竟然被发现惨死在自家的豪宅内。据内部传出的消息，这是为了掩盖一桩几年前高管坠楼案的亡命复仇。一个堂堂的巡查组长查办别人的钦差大臣，竟然在自家豪宅里被物理灭口。这个体制里，现在连最起码的黑帮底线都不讲了。各路诸侯为了自保而引发的绞肉机已经彻底失控了。重庆市长胡恒华周五终于官宣落马了。很多看懂门道的朋友会问了，胡恒华这案子坊间传闻都查了1年多了，中间他还玩过神秘失踪，怎么以前风平浪静，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了呢？朋友们，这就是你看懂中共官场真正的黑帮密码的关键。在共产党内，你干了什么，贪了多少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是你的后台，谁在保你。胡恒华1983年进了湖南衡阳钢管厂，一干就是22年，但是在他42岁的那年，居然直接从一个国企厂长空降成了整个湖南省的经委主任。一个在国企系统里泡了半辈子满身机油味的人，他怎么可能靠是金子总会发光就一步登天？这背后要是没有更高层更强大的手在提拔在承接，你信吗？让我们再翻开衡钢的老照片。80年代，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去衡钢视察，还题写了厂名。这说明胡恒华根本不是什么野蛮生长的草根，他是中共计划经济工业体系里被李鹏、陈云这帮最正统的保守派大佬早就相中，并且长期培养的红色工业干部是中共保守派的自己人。大家再把历史的镜头拉远，当年一尊是怎么上位的？不就是以宋平为首的保守派元老们为了防范胡锦涛的团派势力，联手江派把他扶上了大位吗？上位后，胡恒华作为宋平这帮老人家交到他手里的政治资产，立刻被送去陕西镀金。陕西是哪儿？龙脉啊，盖上陕军的钢印，这才算彻底变成了习家军的心腹，派去重庆当西南大管家。那么他贪了吗？绝对贪了。反对派查他了吗？查了1年多了。为什么动不了他？因为他的头顶上撑着一把巨大的看不见的金刚保护伞，中共硕果仅存的100岁元老宋平。有这尊活化石在，你反对派就算拿到了胡恒华杀人放火的证据，也得给我压在抽屉里。可是就在前不久，100岁元老宋平死了，塔尖上那位最大的元老护身符没了，他的政治根基瞬间坍塌了一大块。胡锦涛代表的反对派一看机会来了，以前有老人罩着你，我们投鼠忌器，现在你的金刚伞破了，那对不起了，趁你病要你命。他们立刻大举反扑，把压在抽屉里发霉了1年多的材料做成铁证，狠狠砸在了中南海的桌子上。这才有了3月20号那段极其简短却刀刀见血的官宣。当然了，现在中共开始在海外放烟幕弹，说什么胡恒华是插手了市委书记袁家军的政绩工程，用了几批劣质建材，袁家军震怒，把他送进了中纪委。堂堂一个直辖市长、中央委员，因为几批劣质建材就被地方一把手给法办了。中共是在用这种地方官场宫斗的烂俗八卦来掩盖胡恒华被反对派强行斩首的血腥真相。要是不信，
那咱们就来看看市委书记袁家军的第一反应。就在胡恒华被官宣的当天，袁家军连夜召开常委会，大家去扒一扒那篇通稿，袁家军竟然极其突兀，声嘶力竭的2次高喊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如果你袁家军真是靠自己本事把搭档给扳倒了，你大获全胜，你用得着这么猴急的跳出来表忠心吗？你用得着这么神经质的对着北京磕头吗？袁家军心里明镜似的，他是军工系出身，而现在军工系正在被疯狂清洗，他眼睁睁看着宋平一死，反对派的屠刀就架在了自己搭档的脖子上。他知道自己早就站在了绞肉机的风暴中心。他那2句高喊根本不是喊给那位听的，他是喊给那些正准备对他下手的政治老人听的。你们别动我，我跟那谁是一伙的，我是皇上的人。宋平一死，统帅的腰眼结结实实的被反对派捅了一刀。那么一个在极度恐慌中的独裁者，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疯魔反噬。他现在看谁都像内鬼，看谁都像是在暗中给反对派磨刀子。而就在这2天，国际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更是彻底把中南海那位吓破了胆。大家去看新闻，川普重返白宫后干了什么？他竟然直接让日本首相留在战情室里，像看好莱坞大片一样，全程围观美军是如何把伊朗的军事设施一波一波的从地图上抹掉的。川普甚至公开嘲讽说，伊朗的海军、空军、防空、雷达全都完蛋了，头头全被我们端了。我们想跟他们谈，可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了。但你知道吗？我们就喜欢这样。这分明是当着全世界的面狠狠地抽北京的耳光啊！你中共卖给伊朗的防空雷达，被美军的电磁战一开，瞬间就变成了瞎子聋子。你可以想象，习近平在红墙里看着这份战报，再转头看看自己手下那帮所谓的军工功臣，估计连速效救心丸都要整瓶吞下去了。为什么？大家看看推特上刚刚曝光的一条荒诞到了极点的新闻。中共的间谍公司为了走私美国英伟达的高端芯片是怎么干的？他们竟然是用吹头发的电吹风把英伟达的标签硬生生吹掉，再贴上中国企业的商标。谜底揭晓了，原来中共天天在新闻联播里吹嘘的大国重器，号称要跟美国人争夺算力霸权的航母杀手，它的核心技术竟然是一个破电吹风。就在3月20号，中科院官网再次上演了极其恐怖的一键清零。原中央军委科技委首任掌门人，统帅当年亲手提拔统管全军高精尖武器研发的军工大脑刘国志中将，简历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堂堂正大军区级的高级将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更恐怖的来了，短短2周之内，2位正值人生巅峰的顶尖学者突然暴毙。一位是47岁的遥感科学家张锦水，另一位是48岁的中科院心理所博导李新颖。官方给出的万能说辞永远是那冰冷冷的6个字：因病医治无效。47岁、48岁，享受着国家最顶级的医疗保障，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最高层要清洗军工，反对派要疯狂反扑的节骨眼上被病死了。张锦水搞卫星数据的，李新颖搞高层行为心理侧写的，刘国志是掌管军工1000亿拨款的。大家把这个链条连起来想一想，如果这些人没有死，而是被胡锦涛那帮反对派给秘密保护起来了，会发生什么？只需要把他们关在小黑屋里，每天挤牙膏，军工那几万亿的经费是怎么层层扒皮的？高层之间是怎么搞利益交换的？哪些军方大佬拿了回扣？是怎么拿电吹风芯片去糊弄中南海的？这些血淋淋的口供一旦形成白纸黑字，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就是反对派用来逼宫内卫，让他立刻滚下台的终极核弹。所以在一个独裁者看来，最稳妥最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什么？提前清零，物理灭口。死人是永远不会开口作证的，这是统帅手下的特务机构在抢先一步掐断反对派的线索。但是这把灭口的屠刀
已经彻底逼反了军队。就在这一连串的抓捕和暗杀背后，一份内部哗变的大名单曝光了。据传有整整25位现役和退役将军联手发声，呼吁军队绝对不能再当领导的私人保镖，要求军队国家化。枪杆子已经不听使唤了，那些高官将领为了权力斗得你死我活，甚至连47、48岁正当壮年的国宝级科学家都免不了离奇暴毙的下场。这其实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当下这个大动荡的乱世里，什么权力财富可能瞬间化为乌有，只有咱们自己实打实的健康才是见证历史走到最后的唯一本钱。所以周末了，特别要给咱们频道的观众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普瑞堂。它的镇店之宝玄宝黑参最大程度锁住了人参皂苷，不仅不上火，还能改善睡眠质量，迅速提升身体的免疫屏障。现在普瑞堂给咱们频道的粉丝送来了专属福利，只要在官网下单满$500，直接免费赠送您一支玄宝黑参。大家结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输入咱们的专属优惠码 GF， 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全球包邮。我们要养好身体，坐看这堵红墙倒塌。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和评论区置顶的链接去普瑞堂官网选购。好，咱们言归正传。这台中共内部的政治绞肉机为什么会在2026年的春天突然挂上了最高档，斗得如此毫无底线，血肉横飞？归根结底就2个字：没钱。中南海的国库已经彻底被掏空了，而压垮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本不在中南海，而在中东。大家看最新的重磅消息，第3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密布，阿拉伯国家竟然已经正式威胁要加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这意味着什么？代表着国际油价彻底疯了。中国的石油超过70%靠进口啊！这台本来就快要休克的经济引擎直接面临被断气的绝境。周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急得连单边制裁这种战狼套话都不敢多骂了，直接近乎哀求地说，各方有责任确保能源供应稳定畅通。这分明是习近平在哀嚎，大哥们别掐我的输油管，我家里真没油了。中南海的钱袋子到底空到了什么可怕的地步？咱们来看最新的海关数据。今年前2个月，中国进口美国大豆的规模竟然同比暴跌了 83.7%， 将近90%啊！大豆是中国老百姓的食用油，是整个养猪业的饲料命脉。为什么不买了？是老百姓不吃猪肉了吗？是国家手里根本没有美元外汇了，仅剩的那点棺材本都要拿去高价囤油给军队保命，哪还有钱去买老百姓嘴里的粮食？周五的联合早报连续发了2条让人脊背发凉的新闻。上海出台方案支持老年人就业，紧接着交通部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年龄上限放宽到了63岁。开大货车跑长途，那是拿命换钱的重体力活啊！让63岁满头白发的老爷子去熬夜开重卡，官方管这叫放宽上限。这背后血淋淋的真相是，中共的养老金已经彻底穿底了，政府只能逼着这些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去公路上拼老命。去看看现在的上海滩，曾经的远东金融中心，现在大街上在上演什么荒诞剧？上海的交警像疯了一样上街，连行人稍微碰了一下盲道都要罚款50块，好给公务员发工资。在广东信宜，这几天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流血冲突。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骗农民的地去建殡仪馆，谎言被戳穿，大批村民走上街头，封锁了党群服务中心。随后防暴警察到场，警棍和盾牌齐下，鲜血染红了信宜的街道。大家再去看看推特上那段震撼人心的视频，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国老奶奶被逼到了绝境，竟然拿起鸡蛋当街愤怒地砸向那代表着国家暴力的警车。央视敢播吗？他们死都不敢播。报纸上全都是人民情怀，
现实中全都是敲骨吸髓。在国库枯竭的绝境下，高层为了争夺最后一点残羹冷炙，不惜在军中大搞暗杀，而底层的维稳机器为了生存，只能把屠刀对准手无寸铁的百姓。上下交困，内外脱节，这艘破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已经闻到了沉没前那股刺鼻的血腥味。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撕开了一点点中共黑幕的真相，对您有所启发，就请您一定要点赞，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这里是江峰世界，我们下期见。